好，回到节目，我们继续来关心啊，这荷姆兹海峡呢已经被封锁了超过1个月了，但是现在你说它真的是密不通风吗？日本共同社最新的报道是呢，有一艘隶属商船三井的液化天然气这 LNG 船呢，成功穿越了由伊朗实质控制的荷姆兹海峡。那这艘船呢，先前因为这个区域的紧张局势啊，一度停留在波斯湾海域都没有动。那结果呢，这个读卖新闻也报道说啊，他说这艘邮轮的全长是大约340公尺，最大载油量是达到31万公吨。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推估，它这个装载的数量呢，可以提供日本1天的需要。彭博也报道，阿曼有2艘超级邮轮，还有1艘 LNG 船，似乎也沿着阿曼海岸线进行这个行进中，然后呢，取到荷姆兹海峡南侧水道往东驶入荷姆兹海峡。这个路线明显偏离了最近大多数的船只所使用的北线，也就是穿越伊朗拉拉克岛跟格什姆岛之间的航道。一天统计下来呢，大约就有400万桶的原油似乎也通过了荷姆兹海峡，也创下美伊开战以来最大单日的流出量。当然，这个外电也报道，就是刚刚讲到说呢，包括刚刚讲说阿曼的船，还有就是一艘法属的这个货轮也通过。好，那现在呢说要开放这个荷姆兹海峡，怎么开放呢？也看到最近的外电讲说，法国跟南韩领袖见面，也说呢要一起来努力啊，看怎么样能够为开放荷姆兹海峡尽一点心力啊。现在荷姆兹海峡在被宣称说是被封锁的状况之下，可是看到刚刚像法属的，还有阿曼啊、日本的游船接连通过，这些邮轮商船通过的逻辑啊，从路线或者说其他一些因素来看的话，我们怎么看出当中的逻辑？大师，逻辑就是，其实荷姆斯海峡本来就是一个战略啊，还有这个战术的工具嘛，就是美国跟伊朗战争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那所以他一开始他的做法的话，就不是全面性封锁，他全面性封锁只是一个开头，最后用选择性的封锁哈，把荷姆斯海峡变成伊朗跟这些大部分原则上保持中立吧的国家的一个怎么样交换的一个工具跟筹码，这种角力。哎，对，所以就是说，伊朗事实上在这次战争中基本上是不孤立的，基本上是不孤立，甚至连对于这个美国这么倚重的日本都说，当着美国的面说，如果战争停止的话，我们会派几艘扫雷艇，去扫雷。那原因是什么？因为日本92%的能源是从荷姆斯海峡那边运出来的，所以荷姆斯海峡是掐住日本的经济的脖子。那他如果能够把这个荷姆斯对他打通就够了，能不能对全世界打通不重要。即便如此，日本也不是一面倒的倒向美国，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想说，你开不开没有问题，对我开就可以了。所以呢，没错，伊朗就可以个别的、单独的一个个摆平，各个击破。每一个要钱是小事，还有很多政治的条件。那这个政治的条件会让美国感到非常的孤立，而且美国会感到背刺。这是什么？这个盟友也不支持我，不给我基地。然后呢，这个什么也不支持，那也不支持。川普不就是天天在骂街吗？我看可能都是荷姆兹海峡效应。那这些国家去跟伊朗做暗盘交易的时候，他不会让人家知道对不对？都是暗盘的，每个国家都去找伊朗，所以伊朗光这个海峡，基本上政治、军事、战略、经济各方面真的可能发了一笔小财。大使刚刚一句话就点到重点就是各个国家自己都会站在自身利益去考量所以这当然伊朗也非常清楚这跟每个国家谈。跟我合作的那就放心。好，那当然是这样，没有那么喜欢川普，日本一定会投靠美国了。表面上吧，高市长他爱人太多了。因为这个荷姆兹海峡现在你说通过，当然是有条件的通过，除了付费以外，刚刚就是大使讲的政治上的一些考量政治上的一些角力。彭博也报道说呢，伊朗的副外长这个加里巴巴迪呢，在接受俄罗斯通讯社 Sputnik 的采访时，他说呢，伊朗将会对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船只设定通行费用。那另外一个通讯社这个就是 IRNA 呢，他们另外报道说呢，加里巴巴迪表示，协议不构成限制，而是为了航行顺利并且确保安全。
而且为了经过航道的船舶要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呢才收费啦。好，那其他域外国家呢也有动作啊，像法新社就报道说，英国的外交大臣在声明当中表示，伊朗试图在荷姆兹海峡挟持全球的经济，不能够让他们得逞。所以呢，在英国主导下，也邀请了大约有40个国家开会讨论荷姆兹海峡危机。与会国家都一致要求立即而且无条件的重新开放这条关键航道，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好，因为实质控制权现在还是在伊朗的手上。好，那川普也说呢，这几天听到他的那个国会演说，他说，其实呢，美国是油非常的多的，美国根本不担心没有油哈。那缺油的人呢，国家你就自己，要么就是跟美国买第一个，要么呢就是自己去抢啊，不然是你们自己要去想办法弄这个荷姆兹海峡让他们开放。但是各国真的有办法透过外交力量去影响伊朗开放荷姆兹海峡的通行吗？谢正老师，难吗？这次美国跟以色列这个对伊朗实施的军事行动啊，或者是战争，基本上又让联合国啊再弱化一点，更被瞧不起啊。另外，这个所谓的海峡护航啊，不管怎么呼吁啊，这个哥们都没来啊，这个缺油的人也没来。所以，对于军事同盟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会出来，包括北约说我是防御性的军事同盟，对，不是攻击性的。当然的话，大家都可以这样说，可是我们发觉外交没有当武装这个冲突开启以后，除非各方都已经打到精疲力竭，或者是弹药不足，或者是国内生变。等等其他因素，不然的话，光靠外交斡旋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站在伊朗的角度来讲，他所有的政军高层被消灭以后，他就展开了所谓的复仇计划。那复仇计划，我个人是认为不讲武德啦，就是说，因为我有生存危机，所以我什么都打。这中间包括扼控这个荷姆兹海峡，让你们都没有能源、没有油，呼吁没有办法。对，我也不觉得英国现在有这个实力。那王毅也打了电话了，而且是应欧洲国家的约打电话，所以我想，那个再加上美国总统还是有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可能有一些国家现在做集结，他们也知道必须要发生。没错，因为他们已经受影响。不论是做给自己国内的选民看，还是真的想推动什么，总是集结一股力量，那个作为一个基础。对，另外可能就是期待北京可不可以帮一点忙。但从伊朗的角度来看，他们现在不是也陷入到一个生存危机嘛？所以刚刚讲说不讲武德哈，但是无奈中的不得已啊。那奎波老师又怎么看呢？现在荷姆兹海峡要通行这件事情，当然刚刚大使也提到了哈，它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谈判工具。这一个荷姆斯海峡对伊朗来讲，真的是战略还有生存的命脉之一啊。所以他从过去其实他就坚持说，他对于沿岸经过的船只，他都有监控啊，甚至是主决的这种权利。那你说这权利哪里来的？伊朗说，因为我没有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啊，他应该讲说他签了，但是没有批准，应该这样讲，我修正一下，他没有批准，所以海洋法公约对他没有用。我们讲的这种过境通行权，就是我船只经过这沿岸了，我只要不骚扰沿岸国家就好了。伊朗说没这件事，因为我没有同意这个海洋法公约的说法。我要做的就是根据我的安全还有生存的威胁，我必须要对沿岸的这些经过船只，我想检查的时候就检查，对，想拒绝的时候就拒绝。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伊朗的副外长讲说，我们为什么要收费，是因为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是什么服务呢？难道是护航吗？没有啦，就服务就是我不打你了，我不抓你不打你，这就是我的服务啊。我觉得这是伊朗的解释。那另外就是说，伊朗他在这一方面，他很清楚的了解到美国不太敢直接的介入啊，因为整个荷姆兹海峡它的战略的地形，除非美国把这个西边出口这几个小岛占了，不然的话，其实伊朗可以继续的肆无忌惮的控制海峡的通行。那美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刚才主持人讲了，川普已经说了，你不跟我美国买油的话，你想从海峡走，因为1/5的石油从这个海峡过去嘛，全世界1/5。那你想从海峡走，你自己去跟伊朗处理。
那也有人说，伊朗这个主张明显的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你美国不是有一个叫做航行自由行动，我们叫 FONUP，FON 通常我们叫 FON。但也就是说，美国去挑战各国对于过分伸张海洋权利的国家的这个军事行动，它军舰会从他们伸张的国家这个地区过去。好，那这美国敢不敢这样做呢？美国甚至对日本、对我们台湾、对中国大陆、越南等等都做很多事情。那会不会对伊朗做呢？目前看起来好像美国没有这样的想法。对，所以现在这个荷姆斯海峡能不能够开放通行啊？当然，这个取决于说各国的态度。可是川普也讲了，这个是跟美国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美国不需要油嘛。现在受影响的是你们这些国家哈。所以当然，他一方面也在上个月呢，就要求说 NATO 哈，就是北约要派出海军啊，协助美国现在重启荷姆斯海峡的顺利航运。但是呢，就遭到了这些欧洲盟友的拒绝哈，因为理由是什么呢？是不可能在冲突进行时去介入。那《金融时报》也爆料呢，说部分国家更是直接说，哈，是当前的中东战争跟自己是没有关系的，不是我们的战争啊 ，It's not my war。那川普因此也威胁哈，就说，那你们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要停止，好，像 PURL 来供应武器。这个 PURL 其实就是呢，负责供应武器，就是美国负责供应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好，这个有个主被动哈，因为现在川普想援引这个北约共同防御条约的话，就是希望北约能够来入局啊，协助这个开放荷姆斯海峡。可是如果这北约你是北约，你是 NATO、RUS， 你今天是北约，就是在打之前没有先通知你，可是现在打完以后，然后造成了荷姆斯海峡被宣布封锁，现在又要你来北约来派军来协助这个护航，你会做吗？一定要做，要配合美国，不是吗？因为你是美国，这些国家有别的选择吗？不管是北约国家、印太地区、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欧洲王国家，甚至中南美洲，最近几次选举是投右派政党候选人上来。那不管怎么样，讨厌川普也是可以的，但是早晚还是会配合美国。但是北约没有动作，因为川普还剩下34个月任期时间，所以这些国家不管怎么样，最后还是要配合美国，不能对抗美国，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不一定会派军舰来帮忙，但是还是有其他方式可以提供帮助给美国，或者让川普满足，或者避免川普有对他们有什么，不管是贸易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反感的动作。我真的认为多数的算是美国的老朋友，最后还是跟美国站在一起。所以顺着你这话是说，北约或者是欧洲，其实他们都会有动作，啊，为了就是避免这个被川普在事后没有别的选择，真的是没有别的选择。但是实质上的动作可能有住太久了，想法跟台湾一样。OK， 实质上的动作到底有什么呢？目前还看不到。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4月2号就是川普对全球发动关税的一年了啊。那么白宫呢，也就在这一年呢，那细数这一年的成果。他说，过去美国一年呢，对中国大陆的商品贸易逆差下降了32%，对等关税一年签了超过20项协议。美国经济呢，也比12个月前更具有韧性、竞争力，并且更加的安全。而这项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成果丰硕，这是白宫方面的说法。但是美国全国公共电台引述了税务基金会政策专家，这位叫做约克，他的说法指出呢，2025年4月2号就是关税解放日哈，到现在为止呢，关税相关措施前后调整了超过50次。高度的波动导致去年就业成长疲弱，经济成长放缓，企业增加了看不见的成本。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也引述了纽约联邦准备银行的报告指出，
到2025年8月份为止，那么美国进口商、企业还有民众承担大约有94%的关税成本。外国出口商呢，则是透过降低进口价格的方式承担了大约6%。那这个数字呢，到当年年底已经从6提高到了14，就是几乎是2倍多了。好，那么全球对等关税现在满1年了，4月2号就满1年。那么美国人特别请教 Russ， 不管是企业也好，或是个人也好的感受，你觉得是比较接近白宫自己的评价呢，还是接近刚刚提到的税务基金会还有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他们的评估？按照最近很多不同媒体或智库等等的民调，越来越多美国人是觉得川普处理经济问题是处理的不好，那是多数意见，而且是越来越多人了。当然，部分美国人如果是上次投给 Harris 的话，没有投给川普，不管川普怎么样，内政、外交、经济都会不对他不满意。但是上次投给他的中间选民，甚至共和党支持者也是对在经济方面是越来越不满意，而且我们都知道理由，那就是东西越来越贵了，不管是日常用品或油价等等，东西或者医疗费，东西越来越贵，那选民就会责怪现任执政者。你觉得这会影响到选情吗？还是说太早了？还是认为太早了，因为还是因为我们今天有讨论到，不知道川普什么时候会宣布，下1个钟头他有战争结束了，那油价就会下降了。那如果进入夏天或夏天之后，油价真的开始或大幅下降的话，那对共和党的选情来说还是有帮助。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虽然最近很多民调在经济方面显示选民对川普很不满，同时也有很多民调显示选民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对2个政党也非常不满，但是比起共和党，选民对民主党更不满意。现在川普就主要是还是围绕在川普因为川普的这个特色就是变嘛，就是变来变去，才变得太快了真的是像前1个钟头跟下1个钟头都不知道他的想法会不会说做法政策上面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好，那 CNBC 也报道就说呢，因为这个川普的政策反反复复的，所以呢包括像贸易跟地缘的政治风险不断的升温，美国资产呢持续出现波动，所以投资策略呢也从美国优先转而向这个更多元的配置方式来发展市场甚至出现了避开美国的投资策略。有数据也显示呢，从4月2号解放日以来，巴西、英国跟日本的股市表现都优于美国这个标普500部分新兴市场呢更成为资金布局的焦点。另外有家公司就是 AJ Bell 他们的分析者指出呢，上海综合指数还有南韩 KOSPI 以及日经225指数的报酬率都超越美股的主要指数，显示了一件事情，就是资金呢正在逐步分散到美国以外的市场，也就是那个关税在发动，但是钱却没有像原先所想象的要流入美国，而是流到了其他市场。那么彭博新闻也报道最新的数据说虽然现在全球供应链加速从中国大陆转向越南，让越南首度成为美国像笔电还有游戏主机的最大供应国家，但是透过这种经由第三国进行附加价值贸易的方式，却让中国大陆可以管控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凸显出的就是川普的关税政策对于大陆这个出口体系的影响是有限的。好，所以当然这个关税满1年了，我们怎么总体检看它的 pros and cons 呢？我先请教一下奎博老师。它这个关税1年，你可以看到它确实让很多国家被迫的承诺投资美国。对这个它收到的红利真的是很大。但是这个投资现在才慢慢的才要准备要转进到美国，所以当它要发生效果的时候，我想应该还要在1-2年的时间。如果各国都履行他对于川普这种被迫的承诺那另外就是说，川普他这个关税的手法已经让很多国家对于美国的反感是增加的，增加的。更不用讲说，美国因此有些贸易的往来跟其他国家贸易往来反而是减低了，因为有些国家就开始躲过美国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他可能要想的就是，不能只靠关税
因为他说关税是字典里面最漂亮、最美丽的那个字。可是最美丽的字不能够拯救川普政府现在他想要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的这种理想。譬如说美国的基础建设，川普现在很努力的在把这些电厂还有能源的供应把它做好。那美国的铁路虽然说弱了一点了，但它至少公路网算是还不错啊，至少四通八达。所以基础建设这是他努力的。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另外好几个，我觉得川普现在似乎还没有办法马上改进。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讲人才的问题，他还是必须要吸引外国人才来。那人才高阶的白领是这样，可是蓝领呢？他现在大举抓移民，移民都跑掉了。以前美国有一些的基础人力是非法移民构成的，现在没有了。好，另外还有包括像川普他要建立自己的供应链，特别是在晶片、半导体的高科技产业。可是这个也不是2-3年就做得起来的。好，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其实现在一定要讲 AI 自动化了，制造业。那美国有没有办法在这方面可以领先世界？目前看起来并没有。那如果这样子做不到的话，他怎么样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所以除了关税以外，刚刚惠波老师也提到了，他还得想其他的工具。对他，其实我们要看更深层的话，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还是它的科技水准跟它的人才那还有就是资金这3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根本性的，尤其进行这种重要产业甚至未来产业的竞争，决定不只是你现在的胜负，未来的胜负的部分我觉得川普做的是比较差的，而且他的政策实际上把很多好的人才赶出去。那另外一方面，他的科技发展的话，他只是一味去阻止别人发展，可是呢，他并没有增加自己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竞争力。那比如说，他对这些产生高阶知识的这个大学学府用意识形态去管控跟处罚，其实这个伤害你不是1天2天看得到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会妨碍到美国这个国家它的竞争力的基础。因为现在美国这个国家不是跟什么越南跟这些国家竞争，它是跟中国大陆、跟欧洲、跟日本这种国家在竞争，它是要搞这种所谓的这种旗舰产业，然后呢是需要人力密集、脑力密集、这个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可是川普这些作为，基本上这些方面都是做了很多负面的事情。我尽管这个关税的效益没有像川普当初所讲的这么的庞大，可是他不会认为是他的问题他可能会认为是别人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谁呢？就是 Lutnick 因为这个 Politico 最近报道说，川普对于商务部长 Lutnick 表达不满与失望。为什么？因为这个报道是这样讲说 ，Lutnick 呢被视为是性格强势、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并且向总统提出不成熟的构想而闻名。之后呢，往往需要其他人出面帮他收拾善后。那当然呢，他可能下台这个事情呢，长期以来也是华府的热门话题虽然说啦，他是川普的老朋友，但是除了总统之外，其实报道也说他没有其他的盟友长期被传出说可能会被撤换的消息这个老师怎么看这个是先放个消息还是说就是找一个战犯？我觉得当然关税在美国来讲，因为最高法院判决看起来就是处理有问题，有问题的话，不是总统自己出来扛，就要找人来借人头一用。当然不会是川普扛。对，那这是一种可能。另外，大家如果还有回忆的话，前一阵子这个 Lutnick 就是因为这个爱普斯坦issue 有没有带他家人去旅游这些都是负面的。另外一方面，政治上面这个孤鸟比较容易被大家当作箭靶子吧。如果在政坛里面这个兄弟哥们比较多的话，那很可能会不一样。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这个年底选举，如果他是 liability， 如果会给川普负面的话，他的风险就比较高了。他现在是川普选情的负债，会掉票，会负债，那他就。